我天，那是什么？蜘蛛侠吗？别瞎说，那是个姑娘。啊，一个女孩，徒手爬4楼，不要命了！加油，李铁锤，成败在此一举。爸的医药费能不能要回来，就看你了。哎呀，累死我了。哎，你就是霍总吧？你是谁？快来人呐！阿姨，你别喊，我叫李铁锤，家住李家村。我爹在你们霍氏旗下的城东工地搬砖，霍氏欠我爹还有20几个工友叔叔血汗钱，我今天是来要钱的。鸡蛋给你留着补身，钱麻烦结一下。这有什么骗我相亲的戏？姑娘，工钱没问题，只要你答应我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当静婷的贴身保镖，保护她的安全。妈，我不需要。阿姨，我是来要债的，不是来应聘的。云付宝到账20万元。20万！阿姨，您真是人美心善，这份工作我接了。不过你也看到了，我儿子情况特殊，当保镖需要你24小时贴身照顾。没问题，夫人，您放心，我3岁学打拳，5岁空手翻，谁敢来祸害霍总，形同死状！妈，我不同意。你不同意，那霍家怎么办？你二叔觊觎咱家的财产，不是1天2天了。什么人？大侄子、嫂子，好久不见啊！霍明远，你来干什么？我大哥能力不济，我大侄儿重病残疾，无妻无子。根据霍家规则，你得自愿放弃股权。你做梦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看谁敢！哪儿来的野丫头，敢管我们霍家的事？她是静婷的老婆。什么？什么？不是说是保镖吗？怎么还有当老婆的事儿？姑娘，求你了，你就当帮帮我们家的忙。那好吧。骗鬼呢！他这种瘸子还能有老婆？去，把这野丫头给我拉开！什么档次，也敢在姑奶奶我面前放肆！都愣着干嘛？给我上啊！金主爸爸，配合一下呗。什么？李铁锤，你干什么？放我下来！出拳！闪退！你百步飞剑！身手不错嘛，辛苦了金主爸爸。哎呦！这次就当给你们个教训，下次我就统统把你们给扔出去。你给老子等着！刚才多有得罪，金主爸爸没事吧？李铁锤，你刚才拿我当武器？哎呀，我那是一时情急，下次不会了。还有下次？不，没有下次了。你这孩子，刚才要不是铁锤保护你，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呢。谁要他？好啦，别闹脾气了，走吧，我带你回家。李铁锤，放开我！哎呀，这座椅真软，这把手真结实，不愧是有钱人。摸够了吗？我们谈谈。谈什么？我给你300万，立刻马上从我眼前消失。300万，够你爸的医药费，也够你们家还清所有外债，后半辈子衣食无忧。300万，只要收下这张纸，爸的手术费、家里的高利贷，所有烂摊子，一下子就都解决了。嘴上说的清高，实际上见了钱，还不是要乖乖妥协？
你干什么？霍少爷，我爸教过我一句话：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你们霍家欠我爸和工友叔叔们的工程款，那是他们的血汗钱，我必须一分不少拿回来。我给你当保镖，每月20万，是我凭本事赚的辛苦钱，我照样拿得心安理得。但你这300万是打发叫花子的施舍，我李铁锤不要。师傅开车。居然有人会拒绝300万，可他明明那么缺钱，闯病房当保镖不都是为了钱吗？你干什么？谁让你进来？拜托大哥，懂不懂什么叫24小时贴身保镖？要是你半夜出了事，我着急忙慌的赶过来，黄花菜都凉了。我不需要，滚出去！你说的不算。无赖！哎，瞌睡送枕头，金主爸爸你人还怪好嘞。李铁锤，你又要干嘛？防止半夜有人把你从我身边偷走。不要，李铁锤，松手！吵死了，非要把你绑起来才老实是不？什么人？喂，你去哪儿啊？你俩胆子不小啊！大半夜准备偷袭霍敬亭，干掉他！还敢带家伙！说，谁派你们来的？关你什么事？不说，那我就打断你们的腿，再让人把你们抓起来，倒挂在房梁上。别，女侠饶命，是霍二叔让我们来的。霍进城的二叔，又是他。回去告诉他二叔，从今往后有我李铁锤在，他休想再欺负霍进城。你干什么去了？你二叔又派了2个小毛贼，想半夜来偷袭你。你受伤了？嗨，小事儿，死不了。给我解开！干嘛？不然这个月的20万，你1分都别想拿到。行行行，你是金主，你最大。推我到柜子那儿。手伸出来。啊？哟，金主爸爸还会关心人呢，我还以为你巴不得我赶紧滚蛋。我怕你伤口感染了，传染给我。疼吗？不疼，勇敢铁锤，不怕困难。看着瘦瘦小小的，打起架来却像不要命。他好像也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凶。好了，睡觉。李铁柱，你干什么？占我便宜！不是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腿软使不上劲，怎么浑身酥麻的，跟踩在棉花上似的。该不会是刚才的刀剑上有毒？怎么回事？我心跳怎么这么快？他长得还挺好看的。起来，离我远点！你好好看。李铁锤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？什么？又失败了？妈的，从哪儿冒出来这么个小丫头？3番2次坏我好事，去给我查清她的底细，我就不信她没有软肋。二李，查到了，这女的叫李铁锤，乡下出来的，她爹现在就在市第一医院住院，重病，是她唯一的死缝。
好，太好了。李小姐，你快回来！你爸爸病房闯进来几个陌生人，拿着假的家属签字，强行要把人转走，我们拦不住啊！你要去哪儿？跟你没关系，我去就回。跟上他。是。你好，2233病房的病人呢？一早就被人带走了，去哪儿了？我也不知道。该死，肯定是霍明远那个王八蛋，正面打不过我，就拿我爹出手。说，我爹被你们带到哪儿去了？不说我捏碎你胳膊。我说，城西废弃建材仓库，二爷让我们在那儿等着。二爷，人已经顺利带到城郊仓库了，医院那边的监控也都处理干净了，一点痕迹都没留。好，我就说嘛，什么怪力丫头，只要有软肋就捏得住。等那丫头过来，就把她给我废了。二爷高明，那丫头再能打，他爹在咱们手里，他也不敢轻举妄动，到时候还不是您说什么就是什么。等股权到手，这父女俩处理干净点，别留后患。霍总，查到了，李老先生被带去了城西的废弃建材仓库。那片地前几年被二爷的壳公司收了，平时没人去，立刻带人去。明白。李铁锤是吧？胆子倒是不小，真敢一个人来。少他妈废话，放了我爹，有什么事冲我来。放了你爹，简单，签了这个，你爹马上就能走。你让我陷害霍敬亭？做梦！小丫头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不行，铁链子太沉，挣开的话会弹到爹身上。怪力丫头还不是栽了？就你这三脚猫功夫，也敢跟我们二爷作对？卑鄙！乖乖睡一觉吧，等你醒过来，一切都晚了。大不了挨一针，拼了命也要把爹救出去。什么人？霍大少爷，怎么是你？李铁锤！还愣着干嘛？赶紧送他去医院啊！嗨，没事儿，我皮糙肉厚的，跟挠痒痒似的。那也不行，真出了事怎么办？他这是在关心我。邵夫人，医生已经在外面等候了。谢谢啊。哦，麻烦把我爸也送到医院去。您放心，我们都会安排的。李先生，霍总已把您后续所有的治疗费用都缴清了，还请了省里的专家过来会诊，您就安心养病吧。哎呀，敬亭啊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您是铁锤的父亲，就是我的长辈，这些都是应该做的。这家伙对外还是挺有礼貌的。我这身子骨已经没事了，你别天天守在这儿，赶紧跟敬亭回去歇着。人家霍家还有一大堆事儿，别耽误了正事儿。没事儿，爹，我跟他说好了，等你能下床走路了我再走。护工我都交代好了，饭点准时喂药，有事就给我打电话。您安心养病，专家下周就过来会诊，后续的康复方案我都安排好了。铁锤跟着我回去就行，您不用担心。明明自己熬了2宿没合眼，眼里全是红血丝，张口闭口全是他爹，半分没替自己累。
堂哥，我奉爷爷的命过来给堂嫂送家宴的礼服，可不能穿得太寒酸，丢了咱们霍家的脸。对了，这还有一对薄胎瓷瓶，是家宴茶会上要用的摆件。爷爷说让你先收着，到时候亲自摆上去。给我收着？对啊，这可是明朝传下来的，脆得很，你可得小心点拿，打碎了把你卖了都赔不起。莫瑶，乡下姑娘哪碰过这种娇贵东西？霍明远父女摆明了是来找茬。就这，有啥难拿的？放心吧，碎不了。气死我了！本来以为他会用力过猛捏裂，怎么也没想到这人跟拎棉花似的，半点不带晃的。是我多虑了，他有分寸。你不会以为我会控制不好力气，把这个给捏碎吧？你别得意，家宴上苏姐姐也会去，她可是敬亭哥的青梅竹马，爷爷特意请的贵客，到时候有你好看的。苏姐姐，又是哪号人物？苏婉晴，爷爷怎么会请她？家宴规矩多，我先教你最基本的，免得到时候被人挑刺。哎呀，这杯子怎么这么不结实？我都没使劲儿。这是古瓷，不是锄头，轻点。停！再让他练下去，这客厅地板就得全换了。抱歉，没控制住力道。我平时蹲惯了地里的土坑，忘了这地板娇贵。先学点简单的吧，端着果盆走2步试试。这不就宽敞多啦？敬亭哥哥，听说下周霍家有家宴，我也被爷爷邀请了呢。知道了。我特意找设计师定制了几套首饰和礼服，想着给嫂子也挑一份，正好提前见见嫂子，跟她打个招呼。不必了，我太太的东西我会安排，不劳苏小姐费心。敬亭哥哥，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们终于……没别的事就挂了，我忙着。谁啊？声音听着娇滴滴的。合作方苏家的千金，不用管他。哦。算了，学不会就不学了。真出了事，有我在。家宴那天记住3件事：少说话，跟紧我，别动手。能做到吗？放心吧，我保证不多嘴。你在哪儿，我在哪儿。有人找事儿，我也忍着，绝不动手。奇怪，靠这么近干嘛？心跳怎么这么快？那个，我去喝水。好，你去吧。怎么这么久还没出来？难道他换衣服遇到了什么危险？好看吗？就是穿着好不舒服，太舒服我了。好看。真的？当然，你穿什么都好看。哥哥，你今天好帅呀！你看我特意为你挑的这条裙子好看吗？我记得你以前说过，最喜欢浅香槟色，显温柔。哥哥，我不是多嘴啊，就是觉得姐姐今天穿的不太合场合呢。为何？这料子看着软塌塌的，风格跟咱霍家的家宴格格不入的。回头旁支的叔伯奶奶们看见了，该背地里说你没把太太打理好，多丢你的人。你哟，晋婷和婉晴都来啦。三奶奶好。晋婷啊，要我说，你跟婉晴才是天生一对，你们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苏家跟咱们霍家门当户对，婉晴又知根知底，体贴爹懂事，哪是那乡下来的丫头能比的？我娶谁当我的妻子，
就不劳三奶奶费心了。听三奶奶一句劝，那种上不得台面的玩玩就算了，真要当霍家大少奶，还得是婉晴这样的千金小姐，才能撑得起场面。三奶奶，您别这么说，静婷哥哥都结婚了。三奶奶说笑了，我已经娶妻了。妻子？那丫头不过是你们家找来应付你爷爷搪塞族里长辈的权宜之计。我把话撂在这儿，霍家的孙媳妇儿过了认亲考验才算数。她今天要是通不过考验，就不算正经的霍家媳妇，更没资格做你这继承人的太太。就是啊，哪能随便领个证就算霍家人了？组织不能破。乡下丫头连字都认不全，还想过考验，做梦呢！什么破考验，还能比搬100斤石头难？您别生气，大不了我陪姐姐一起试试考验，给她打个样，免得她手足无措的再弄坏了东西。哼，去，把祖传的密码盒端上来，今天就让大家都看看，这乡下丫头到底配不配进我们霍家的门。这是霍家传了3代的认亲宝盒，里面藏着族长亲授的和田玉牌。规矩很简单，谁能完好解开机关，取出玉牌，就算过了认亲考验，才算正经的霍家媳妇。三奶奶，这密码盒我小时候看静婷哥哥摆弄过，略懂一点皮毛，不如我先试一下，给姐姐打个样，免姐姐第一次见无从下手。等我露一手，正好趁得你这个乡巴佬一无是处，静婷哥哥自然知道谁才配得上他。还是婉晴懂事，去吧，也让某些人开开眼界。钱未起，坎未落。不对，再转一遍，怎么可能？哎呀，想来是这盒子放了几十年，机关都锈住了。别说姐姐了，就是常摆弄机关的行家来，怕是也打不开。姐姐，你就别试了，万一着急弄坏了传家宝，那罪过可就大了。跟三奶奶道个歉，这事儿就算了。打不开就打不开，哪那么多废话？不就是要里面的牌子吗？拿出来不就行了？喏，开了。你竟敢捏碎祖传的宝盒，这可是传家宝啊！太粗鲁了，简直是对祖宗的大不敬。你们这些人好奇怪，说让我把盒子打开，你就说开没开？你怎么能这样？这是霍家的传家宝啊！你就算解不开机关，也不能故意毁坏啊！三奶奶，这可是触犯家法的大事，绝不能轻饶了他。放肆，简直太放肆了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！慢着，考验要的是取出宝物，没规定用什么方法。我太太怎么做，轮不到外人指手画脚。不过是个盒子，争论组织也轮不到旁支的长辈来教我霍乐庭的太太做事。三奶奶年纪大了，有些话想清楚再说。他居然帮我！今天多谢各位来参加宴会，大家可以回去休息了。今天的菜真不错。是啊，下次再去。今天是不是真的太莽撞了？好好的传家宝让我捏碎了。他嘴上不说，心里会不会嫌我丢人？那个，今天宴会上那些人说的话，我都听见了。什么话？就是说我上不了台面，还有我把那密码盒捏碎了。我是不是真的挺粗鲁的？给你丢人了呀？没有的事。霍家的主母不需要按旁人的规矩活。你没做错任何事，更没丢我的人。那些闲言碎语不必放在心上。真的？
你不怪我把传家宝捏碎啊？我还以为你要骂我莽撞呢。情绪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傻气归傻气，倒也实在可爱。给我热的，你这人看着冷冰冰的，心还挺细。慢点喝，别呛着。你都没见过我们村秋收的样子，后山的玉米地蚌埠比我胳膊还粗，我一下午能掰半亩地，比3个壮老爷们儿都快。这么快啊？对啊，还有春天上山挖野菜，漫山遍野的婆婆丁、小根酸，蘸着大酱就着玉米饼子，香的能多吃2碗饭。夏天就更热闹了。听起来日子过得很自在。自在是自在，就是穷。我爹常年吃药，地里收成又看天，不然我也不会跑城里来要工钱。倒是你，天天对着你二叔那帮人勾心斗角的，是不是特别累啊？家宴上我看出来了，他们个个都憋着坏，想找你麻烦。霍家看着了风光，内里全是算计。我小时候读书好，爷爷最看重我，二叔就处处看我不顺眼。后来我不慎出了车祸，一直坐轮椅。这些年，他明里暗里下了不少绊子，稍不留神，就可能万劫不复。霍明远那个老东西，你放心，以后有我在，谁也别想欺负你。他敢来阴的，我就敢来硬的，一拳一个全给打飞，保证让他们近不了你的身。这些话，我从没跟第二个人说过，可对着他，居然就这么随口讲了出来。好，以后就靠你了。知道了，您放心。怎么了？是有什么事吗？下月家族公祠祭祖，爷爷让我带你主持大局，全族旁支都必须到场。祭祖？宗祠规矩最严，霍明元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，到时候跟紧我，别擅自行动。家宴不过是旁支长辈挑刺，祭祖是全族头等大事，霍明远必定会借着组织大做文章，手段只会更阴狠。嗨，怕啥？有我在呢。谁要是敢找你麻烦，我一拳一个给他们扔出去，保证没人敢瞎嚷嚷。我奉我爹的命，把祭祖主祭用的青铜鼎送过来。这是族里传了上百年的礼器，爷爷吩咐了，得由你这个主祭家眷亲手擦拭打理，才算对先祖敬重。我可提醒你，这是祖传的祭器，金贵得很，哪怕磕掉一块锈迹，你都担待不起。你下手可得有点数，别毛手毛脚的弄坏了。你不是力气大得很吗？我倒要看看这300斤的铜鼎你怎么搬，要么搬不动当众出丑，要么用力过猛捏坏鼎身，正好给你安个毁坏祭器冲撞先祖的罪名，看你还怎么赖在霍家。你看，这不就擦干净了？多大点事儿，至于说的跟登天似的？你放心，我用多大力，自己能控制得清清楚楚，不会搬不动，也不会太大力弄坏的。算你厉害。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，连去锈都一并做了。这算啥？以前村里的铁锅锈了，我都是用手搓的，比砂纸都好使。忽然觉得有他在身边，好像生活更有趣了。怎么会好好的柱梁突然断了？明天就是祭祖大典，全族上下都要到场。这要是修不好，惊扰了列祖列宗，这个责任谁担得起？二爷，这梁断得蹊跷，街面整整齐齐的，少说也得3天才能重新选材架梁。明天祭祖是铁定赶不上了，您还是赶紧跟老爷子说一声，大典往后推推吧。推？祭祖吉日是老祖宗定的，哪能说改就改？
霍敬亭啊，霍敬亭，这惊扰先祖办事不力的罪名，我看你这次怎么躲？等老爷子动了怒，继承人的位置你趁早让出来。怎么回事？昨天检查还好好的，怎么一夜之间梁就断了？锦婷，我早就说过，让你别带个乡下丫头进来主持祭祖，你非不听。现在好了，先祖都被冲撞了，柱梁平白无故断了，这可是不祥之兆啊！嗨，多大点事儿，不用3天，半天就能修好。霍金条，你过来给我搭把手。半天修好，真是大言不惭。我倒要看看你这乡下丫头能耍出什么花样。李铁锤这一脸自信的样子，算了，随他去吧。要我做什么？你跟我来。你帮我扶稳这根木料，别晃，我削个榫头出来，接口对齐了，架上去才结实。我哪会干这些？我常年握笔办公，只见力道把控的精细，从没干过这种粗活。你这不行啊，光靠手指死攥哪能扶得住？得用腰上的劲儿，身子抵住侧面，手指负责摆正方向。你看，这样身子往前倾一点，抵住了，它就滚不动了。他靠得太近了。这手艺。霍敬亭，把墨斗递我一下，弹条线校准尺寸。你怎么比我第一次用还笨？拿着线轴慢慢转，别使劲扯，劲儿都用错地方了。活了20多年，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蹲在地上跟人一起修房子，满身灰尘，手心发涩，却比坐在会议室里签下100亿合同还要踏实。神人呐，真是神人！这手艺，我们干了40年木匠都做不到这么快这么准。霍敬亭，你看看你这样子，跟从灰堆里滚出来似的。平时那冷着脸的贵公子范儿呢，说你是工地小工都有人信。那个，你自己拍一下吧，头上好多木屑。我好像心动了。铁锤啊，今天祭祖大典你立了大功，半天就修好柱梁，没误了吉时。这杯酒，二叔敬你。二叔，我应该做的。等会儿妖性发作，你当众失了态，丢尽脸面，我看你还有什么脸赖在霍家？冲撞先祖，德行有亏，这顶帽子你戴定。老东西，跟我玩阴的，行，我陪你好好玩玩。哎呀，二叔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杯子怎么这么不结实？我刚拿起来就扁了，都泼您身上了，您没事吧？要不要赶紧找身干净衣服换上？他是故意的，这死丫头绝对是故意的。没事没事，不就是一杯酒吗？不小心而已，无妨。这丫头鬼点子倒是多，明明一眼就看穿了把戏，还演得跟真的一样。不好了，二爷、少爷，西院墙塌了一大角，雨水都灌进后院柴房了。好好的院墙怎么会说塌就塌？我看是有人冲撞了列祖列宗，才降下这灾诏。这才刚祭完祖就出这种事，摆明了是不祥之兆。墙塌了就修，扯什么煞气不煞气的？本事不大，鬼扯倒挺在行。霍金豪，你也来，给我搭个忙手。他去哪我就去哪，管他什么灾兆不灾兆，有他在的地方，
比这满厅的算计都踏实。装模作样，我就不信他半个时辰能修好，到时候更丢人。傻站着干嘛？你就站边上给我递砖，码整齐点，别拿错尺寸。你怎么什么都会做？小时候我们村一下大雨，土坯院墙总被冲塌，我就跟着我爹一起修，我负责地砖和泥，他负责垒。然后呢？那时候我还小，爱玩泥，总把泥往他脸上抹，每次都被他追着打半条街。这种鲜活又纯粹的快乐，是李铁锤硬生生闯进我的世界里带给我的。这就修好了，半个时辰都不到。铁锤呀，你可真是好本事！造谣生事，不安好心，什么煞气重、不祥之兆，全是胡说八道。爹，我这也是为我们家着想啊！闭嘴！铁锤能干又懂事，比你这只会搬弄是非的强100倍，还不快给铁锤道歉！见谅，铁杵，二叔误会你了。没事没事。这雨下的也太猛了，浇得我浑身冰凉，跟从河里捞出来似的。先把姜汤喝了，暖身子。明天我们就回别墅。哎，不用，我自己擦就行。你肩膀都湿透了，赶紧管管你自己去。别动，你头发长，自己擦不干净，回头该头疼了。怎么会有人明明浑身都是泥土气，却比任何珠宝华服都要动人？真的不用。我自己来，你赶紧去换衣服，都湿成什么样了？好，我这就去。祭祖的事情已经完成了，这几天你就好好休息。好。张妈，去把静婷惯用的那罐明乾隆几泡上吧，她喝惯了那个，别的茶都入不了口。这就摆上女主人的谱了，真把这儿当自己家了。铁锤妹妹，我今天过来，一是看看静婷的身子，二也是想叮嘱你2句。叮嘱我？什么事情？静婷从小身子弱，觉特别浅，受不得半点动静，一点声响就能醒半宿。你平时粗手粗脚惯了，夜里可别乱跑乱动，吵到她休息可就不好了。多谢苏小姐关心，我睡觉老实得很，就不劳你费心了。静婷哥哥，我给你带了点进口的营养品，补身子最管用。听说你最近休息不太好，我特意托人从国外带回来的。有心了，家里什么都不缺，苏小姐以后不必特意跑这一趟。没什么事的话，就先回去吧。一个乡下丫头也配站在汉庭哥哥身边，走着瞧。你这青梅竹马管得还挺宽。不用理他。还是核桃顶饿，早知道多囤点了。什么声音？进贼了？谁在那儿？做噩梦了？怎么吓成这样？喂，霍金婷，醒醒！你怎么进来了？我没事，就是做了个普通的梦。你赶紧回房休息吧。哦，那你接着睡，我走了。普通的梦能吓成这样，难怪苏婉清说她较浅，这哪是较浅啊，分明是心里藏了天大的事儿。问了又能怎么样呢？他还不一定会给我说呢。歇会儿吧，吃点水果。
我刚切的苹果，甜得很。你今天有点奇怪，是不是有话要说？没有，我能有啥话？就是看你坐一上午了，怕你累着。静婷哥哥，我收拾家里旧东西，翻出了咱们小时候的相册，特意拿过来给你看看。这么多年没翻，好多事儿我都快记不清了。还记得你当年出车祸，我天天去医院给你送汤。那时候你还拉着我的手说，以后要……够了，陈年旧事，没必要提。我这不是怕你闷，想陪你聊聊过去，解解闷吗？再说你这腿落下病根，这么多年我一直记挂着，总想多照顾照顾你。只要提起车祸，他就一定会情绪失控。只有我见过他最狼狈的样子。那个乡下丫头懂什么？苏小姐真是有心了，不过我老公身体好得很，陈年晦气事就别总挂嘴边了，说多了招霉运，对谁都不好。我就是好心，既然静婷哥哥不想提，那我就先走了。长这么大，苏婉清总拿往事卖深情，所有人都只记得我是个残废。只有这姑娘，连缘由都没问，下意识就站出来护着我。那什么，不用感谢我，我就是看不惯他那个样子。我先去厕所了。霍敬亭天天做噩梦，喝这个粥应该能压惊，等他醒了刚好能喝，说不定今晚就能睡个安稳觉。哎呀，又用力过猛了，这碗怎么跟纸糊的似的？啊！怎么回事？这么脆弱？真是越急越添乱。没事，张妈，我再重新熬一锅就行，你别管了，这点小事儿我能搞定。这可是给霍敬行熬的，可不能再搞砸了。哟，这是在厨房折腾什么呢？一股子糊味儿，乡下人就是上不得台面，熬粥哪能补身子？切，难道喝绿茶就能补身体了？你懂什么？我特意请了京城来的老中医，配的安神燕窝汤，给静婷调理睡眠最管用，比你这些粗鄙东西强100倍。把汤送到主卧去，温着等静婷哥哥喝。记住，用他惯用的那支白瓷砧。拿走，我不喝外人送的东西。静婷哥哥，这可是我特意让人熬了3个时辰的燕窝汤，安神最管用了，你尝尝嘛。味道不错。他居然全喝了，还说味道不错。别怕啊，谁欺负你，我一拳就把他打飞，保证他再也不敢来。什么妖魔鬼怪坏蛋都进不了你的身。
这噩梦到底藏着多少事？他一个人扛了10几年，也太苦了。不行，我得把事情彻彻底底弄清楚。少夫人，您怎么在这儿？是少爷有什么吩咐吗？我问你，霍敬亭的腿到底怎么回事？他夜夜做噩梦，又是因为什么？少夫人，您说笑了，少爷就是旧伤落下的毛病，睡眠浅而已，哪有什么别的隐情？我再问一遍，说不说？你要是再跟我打马虎眼，下次弯的可就不是钢笔了。少夫人，这少爷千叮咛万嘱咐，不让我跟任何人提。他不让说，你就看着他夜夜熬着。他一个人扛了10几年，难道要扛一辈子？今天你必须说清楚。少爷当年的车祸根本不是意外，是二爷霍明远动的手脚。霍明远，少爷从小天资救人，老爷子最器重他，早就始意他当霍家继承人。二爷怕将来家产全落到少爷手里，就动了杀心，在轿车的刹车上做了手脚。这个畜生，连亲侄子都下得去手。那场车祸里，夫人和少爷都受了伤，夫人侥幸没什么大事，可少爷的腿落下了病根。原来他这么可怜。这么多年，他表面上并恶不管事，其实早就把霍家的核心产业攥在了手里。可那场车祸的阴影太重，他夜夜都陷在噩梦里，10几年了，从没睡过一个完整的安稳觉。霍明远这个阴损的王八蛋，为了家产连亲侄子都害，简直不是人！我知道了，这事儿别跟他说我问过。去哪儿了？脸色这么苍。没去哪儿，出去逛了逛。你忙一上午了，要不要吃点水果？我去给你切。以后有我在，绝不让任何人再欺负霍敬涛。霍明远欠他的，我要一点点全都讨回来。二爷，霍敬亭已经查到了当年的真相，而且身体好像恢复的还不错。霍敬亭最近精神头越来越足了，看来是我这些年太客气了。去把当年车祸的旧证据准备一下，我要让他在全族面前身败名裂，永远翻不了身。是，二爷。他知道了当年车祸不是意外，那么他的腿是不是装的？不行，我得亲自去试探一下。婉晴，明天陪我去趟敬亭那儿，当年车祸的事儿，该好好跟他聊聊了。好，霍叔叔。这破石头挡了大半阳光，书房整天阴沉沉的，难怪霍景英心情也敞亮不起来。挪走修个小观景台，以后晒晒太阳，总比闷在屋里强。这才好，原先被石头占死的角落空出一片平整供地，阳光才能满满当当的洒下来。少夫人，这1000斤重的石头，您一个人就挪走了？这有啥？比这沉的我都搬过。以后这儿晒太阳正好，等回头我再搬个石凳，霍进车办公累了就能出来透透气。这靠墙的整面实木书架也挡住了侧窗光线。这你在干什么？我看这些柜子挡住了阳光，书房太暗了，对眼不好，我就给你移开了。他嘴上不说，却把所有事都默默做了。长这么大，从来没有人这样把我的感受放在心上。不会是我擅自做主，让他不开心了吧？你要是不喜欢，我立马搬回原处。喜欢，辛苦你了。嗨，这算啥？以后这亮堂，你办公也舒服。总闷在阴暗里，噩梦都得多做2个。我听说敬亭哥哥要改书房和花园，特意找了业内最有名的设计师和园艺队过来。哦，不用了，我已经弄好了。你不懂这些就别瞎折腾，万一弄坏了名贵家具，糟蹋了名贵花木。敬亭从小就讲究这些，到时候该不高兴了。一个只会蛮力的乡巴佬，还敢改敬亭的书房？等会儿让设计师当众指出你的纰漏，我看你还怎么在敬亭哥哥面前待下去。这布局也太专业了，
采光、动线全踩在点子上，连书架的水灵度都分毫不差。这是哪位大师的手笔？我觉得这样挺好，不用改了。辛苦苏小姐跑一趟，人你就带回去吧。怎么样？我手艺不错吧？非常好。少爷，二爷和苏小姐上门了，说是来探望您。霍明远从来无事不登三宝殿，突然上门，肯定没安好心。这老东西来干什么？静婷啊，我听底下人说你最近精神头好多了，特意过来看看你。正好婉晴也惦记你，就一起过来了。是啊，静婷哥哥，我给你带了点滋补的补品，你身子弱，得好好补补。最近身体如何？说起来，一晃都10几年过去了。这些年你这腿落下病兵，我这当二叔的心里一直惦记着，让二叔记挂了。哎呦，张妈，我这有点渴了，倒点热水吧，记得热一点。好的。这年纪大了，凉水是喝不了了，你这身体一定要好好注意。是啊，当年多亏了二叔四处奔波打点，静婷哥哥，你可得好好孝敬二叔才是。不像有些人从小在乡下长大，这些人情世故、长辈恩情的，怕是都不懂呢。腿动了，那看来确实是装瘸的。我倒要看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。这霍明远死老登，可这试探霍敬亭呢。二叔费心了，以前的陈谷子烂芝麻就别总翻出来念叨，晦气。现在有我护着我老公，谁也别想再动他半分。是以前的旧账也好，是以后的歪心思也罢，最好都收一收，不然这玉振志就是下场。铁锤真是说笑了，我还有点公事要处理，就先走了，你们好好休息。静婷哥哥，你脸色这么差，不然我留下来照顾你吧。你晚上又该睡不好了。不必了，我太太陪着就行。谢谢你。客气啥？咱俩谁跟谁？再说了，我也是你的保镖，我说过要护着你的，说到做到。妈，快跑！刹车失灵了。霍敬亭，霍敬亭，又是噩梦。霍明远那老东西造的孽，要折磨他到什么时候？不怕了啊，我在这儿呢，就是打个雷而已，什么坏人都进不了你的身。霍明远那个阴损王八蛋要是敢来，我一拳给他打飞10万8千里，保证他再也不敢来吓你。李铁锤，有你在真好。你说啥呢？快睡吧，别多想了。凭什么？凭什么是李铁锤那个乡下丫头？静婷哥哥最脆弱、最狼狈的时候，本该是我陪在他身边的。他算什么东西？敢抢我的东西，我要让你付出代价。怎么烧得这么厉害？霍明远那个老东西造的孽，凭什么都要他来受？先物理降温，我去拿冰袋。坏了，越急越添乱。冰箱回头再说，先把他的烧退下来要紧，大不了赔他个新的。跳这么快，这么烧下去不行，必须去医院。我力气大，
抱着他下楼开车，快得很。他坐起来了，他的腿不是废了吗？怎么会？坏了，烧糊涂了，居然忘了装病。他看清楚了吗？难道是我眼花了？他都坐了10几年轮椅了，怎么可能突然坐起来？肯定是我太着急，出现幻觉了。你好好躺着，我去给你倒点温水。没有声音，安安静静的。李铁柱应该睡熟了。总算熬过去了。白天情急之下露了破绽，还好他没往心里去，这秘密还能再瞒一阵子。他站起来了。你的腿。铁锤，你别激动，这件事我可以解释。进庭，开门！组里几位长辈连夜过来，有要事要当面问你。快坐回轮椅，快！他第一反应居然是帮我遮掩。金庭啊，不是二叔说你，你这腿要是真好了，是大喜事，何必瞒着全族，装残欺瞒先祖，这可是大不孝啊！金庭，你二叔说的可是真的？你若真的痊愈，理应告知全族，藏着掖着，置列祖列宗于何地？几位长辈大半夜跑过来，就为了这事儿。刚才走路的是我啊，我半夜饿了，搬客厅的零食箱找吃的，动静大了点，怎么就成我老公装残了？你少在这替他打掩护。二叔，就这，我搬个柜子都算脚步声，那您半夜闯进来拍门，是不是也算惊扰先祖？宁远，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！大半夜把我们叫过来，就为了这点鸡毛蒜皮的事儿，大惊小怪，扰人清静。是啊，晋庭媳妇力气大些，怎么了？总比你半夜造谣生事强。赶紧走，别在这惹人嫌。铁锤，事到如今，是我隐瞒了你，对不起。车祸之后，我就一直在装残，一是为了降低霍明远的戒心，二是暗中收拢势力。这么多年，除了林州和我妈，没人知道真相。对不起，瞒了你这么久。傻不傻啊你？我生什么气？太好了，你的腿真的没事。一想到你憋了10几年，天天坐在轮椅上对着仇人演戏，连站都不能光明正大站，我就替你难受。现在好了，以后不用再藏着掖着了。铁锤，谢谢你。帮我联系当年的老周。是，二爷。老周知道当年的真相，告诉老周让他闭嘴，别乱说话，之后会再给他一笔钱。霍金庭，
你庄瘸这事儿还想蒙混过关？不可能，我有的是手段对付你。少爷，不好了，二爷在族里散播谣言，已经传了2天了，现在全族上下都在议论。议论什么？一边说您故意装残10几年，欺瞒先祖和全族，是为了谋夺家产；另一边造谣说当年的车祸是夫人自导自演的，苦肉计就是为了扶您上位，把你们母子说成了算计家产的阴谋家。霍明远那个阴损王八蛋，自己干了缺德事还敢倒打一耙！现在好几个旁支长辈都闹到族老那里去了，今天要开族老会，要当众问责您。不必理会，清者自清，跳梁小丑而已，闹不出什么风浪。凭什么不理会啊？脏水都泼到你和阿姨身上了，你能忍，我不能忍。不行，今天族老会，我跟你一起去，我倒要看看他霍明月能编出什么花来。他藏了10几年的委屈，凭什么还要平白受这种污蔑？有我在，谁都别想往他身上泼脏水。好，一起去。各位长老，这方石砚就是当年修车工留下的证物，上面刻的字清清楚楚，就是我那嫂子当年买通工人动了刹车，自导自演了一场车祸。说白了，就是为了用苦肉计博老爷子同情，让晋挺顺理成章继承家产。竟有这种事！晋挺，你可算来了，各位长老都在，今天咱们就把当年的事说清楚。你装残欺族，你母亲自导自演车祸，这2件事，你总得给全族一个交代。你竟敢毁了证物！什么证物？一块破石头也敢拿出来丢人现眼？真要是当年的证据，你霍明远藏了10几年，早不拿晚不拿，偏偏现在拿出来。再说了，真要是我婆婆自导自演，至于把自己亲儿子撞得差点没命，坐了10几年轮椅？天底下哪有这么狠心的娘？霍明阳，你编瞎话之前，能不能先过过脑子？你少在这信口雌黄！明远，无凭无据，仅凭一块破石头就造谣生事，污蔑同族嫂侄，成何体统？这件事到此为止，再敢乱嚼舌根，族规处置。是啊，捕风捉影的事，拿出来丢霍家的脸。都散了吧。气成这样，我都没生气。那能一样吗？他往你身上泼脏水啊，换我忍不了。以后再有人敢胡说八道，我直接把他嘴打歪。其实我小时候，我妈很温柔的，那时候我腿还好好的，最爱在后花园放风筝，她就坐在台阶上看着我，给我做桂花糕。车祸之后，她自责了好久，总觉得是自己没保护好我。都过去了，以后有我在，没人能再欺负你们，也没人能再往你们身上泼脏水。10几年了，所有人要么怕我，要么算计我，从来没人像他这样，不问缘由，就拼尽全力护着我。走吧，回屋，外面起风了。少爷、少夫人，苏小姐来了，提着好些名贵补品，说特意来探望少爷的身子。就说我身体不适，不见。晋挺哥哥，我听说你前几天夜里又睡不好，特意托人从国外带了定制的安神补品，都是针对你旧伤和梦魇配的方子，比那些土方子管用多了。铁锤妹妹从小在乡下长大，难免不懂这些精细的调理。晋挺身子弱，从小就娇贵，吃的用的都得是最好的。你粗手粗脚的，可别不当回事，伤着。多谢苏小姐费心了，不过可惜啊，我家晋挺现在睡得香得很，夜夜一觉到天亮，再也不做噩梦了。这些金贵东西，苏姐还是拿回去自己补吧，别浪费了。晋挺哥哥，我都是为了你好。苏小姐，我太太照顾得很好，就不劳你费心了。以后没什么事，
不必登门了。早该让他走了，天天来晃悠，烦都烦死了。谢谢你，原来被人放在心上是这样暖的滋味。废物，连个乡下丫头都斗不过，真是烂泥扶不上墙。软的不行就来硬的，去动用咱们在银行的关系，把霍敬亭手里城东那2个核心项目的资金给我冻结了。是二爷，我马上去办。少爷，出事了！城东产业园和滨江商区2个核心项目资金账户全被冻结了。冻结？原因呢？银行那边说是接到了匿名举报，要核查项目资质，至少要冻半个月。现在合作方都在动摇，公司高层人心浮动，不少人都在私下打听消息。霍明远的手笔，他倒是会挑时候，专挑项目回款的节点下手。去把项目的底层资产资料、过往3年的流水全部调过来。另外联系法务部，准备异议函，明天一早就交地区银行。先吃口热的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，天塌不下来。哎，你们看这儿，这合同里写的资金监管附加条款，怎么只写了咱们的违约责任，没写银行单方面冻结的赔付啊？这不是霸王条款吗？还真是，之前法务审的时候居然漏了这条。要是拿这个点去谈，完全可以倒逼银行解冻，还能索赔违约金。少夫人，您眼神也太准了。不错，心还挺细的。就按这个点切入。林州，你连夜让法务补材料，明天上午直接对接银行行长。是，我这就去办。傻丫头，熬不住就去睡，硬撑着陪我做什么？别忙了，快去睡会儿。你看看你，眼睛都红成兔子了。大不了咱们不干了，我回乡下包山种果树，照样能养得起你。好啊，那以后就靠你养我了。做得好，掐住他的资金命脉，我看他还能蹦跶多久。反击生效了，霍明远手里3个融资项目的资金渠道全被掐断了，他现在比我们急得多。太好了，看他还怎么耍阴招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居然让他反手掐住了我的资金链，我养你们这群人有什么用？二爷，现在怎么办？再拿不到钱，咱们的项目就要全烂了。去找到当年那个修车工老周，处理干净，所有知情人、所有证据全部销毁。我要让霍敬亭永远拿不到实锤，永远翻不了案。少爷，霍明远资金链彻底叛裂，底下的人纷纷倒缸，已经灰溜溜躲回老宅，不敢露面了。意料之中，他敢动我的项目，就要做好被反噬的准备。这点教训，不过是给他提个醒。干得漂亮，就该给那阴损老东西点颜色看看，看他以后还敢不敢背地里耍阴招。奖励咱们霍总运朝帷幄，大获全胜。比起赢了霍明远，更庆幸的是，这场从头到尾，他都陪在身边。意思意思，喝2口就行，不能贪凉。以后不是一个人了，不管是算账也好，过安稳日子也好，我都陪着你。谁要是敢欺负你，我一拳就给他打飞。铁锤，其实我……这小猫来的还真是时候，专门拆台来的。不急，日子还长，
有的是时间说。没关系，等所有恩怨都了结，我会堂堂正正的告诉你我的心意。少爷，找到了，我们找到当年的修车工老周了。他隐姓埋名藏在城郊的老厂区里，10几年没敢露面。盯紧他，别打草惊蛇。明天一早，我亲自过去。周师傅，我们是霍先生派来的，只想问您几句话，绝不为难您。走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周师傅，我是霍敬亭。当年的事，我只要一个公道，绝不会牵连你。你有什么条件，都可以提。周师傅，我们不逼您，但您躲了一辈子，难道真要带着秘密进棺材？霍敬亭因车祸平白受了10几年的罪，您真的能心安吗？我们走吧，给他点时间想想。别着急，咱们慢慢来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陪着你。还好有你。二爷，霍锦亭今天去找老周了，虽然没见着，但看样子是盯上他了。这个老东西，藏了10几年，还是给我惹麻烦。不能留了，明天一早，你带几个人过去，永远封住他的嘴。我要让霍锦亭永远拿不到证据。是。出来，别躲了！站住！光天化日强闯民宅，活腻歪了。我跟你们说实话，这10几年我天天做噩梦，实在熬不住了。当年是霍明远给了我20万，逼我改了刹车惯线。事后他拿我老婆孩子威胁我，我没办法才躲了10几年。这些证据我一直留着，就等着哪天能赎罪。怎么这么不小心？这点小伤算啥？以前上山摔的比这重多了。废物！3个大男人打不过一个乡下丫头。霍锦亭，就算我当不了继承人，你也别想坐稳这个位置。霍家最重视子孙的诚实品德，而你装残10几年，欺上瞒下，霍家族老断断不会容忍你。哼，想拿证人翻案，没那么容易。桌子上这些老修车工的证词笔录，泛黄的转账凭状，刹车改装工具头的取证照片，以及录音笔都有了。少爷，霍明远挪用公款转移资产的账目。傻丫头，陪我熬到这么晚，等这事了结，
我绝不让你再受半分委屈。老爷，这是霍明远递来的诉状，指明要递到您跟前。传话下去，3日后霍氏宗祠开全族大会，所有族老、旁支长辈悉数到场。是老爷，我这安排人去传话。当众彻查当年车祸旧案与晋庭装残一事，是非曲直，祖宗面前说清楚，按族规论罪定罚，告诫任何人不准徇私。老爷，那宗祠那边要不要提前吩咐人收拾布置，把列祖列宗的牌位都擦拭妥当，香烛贡品也提前按大礼备齐？按宗祠大礼置办。另外，把族规祖训的卷轴也提前挂到正殿。今日不同往事，得让所有人都记清楚霍家的规矩是什么。开会。各位长老，各位族人，今日我霍明远冒天下之大不韪，也要揭穿一个瞒了全族10几年的骗局。霍晋庭他根本没有残疾，他装残10几年，你们都被他给骗了。这种事欺上瞒下，这还了得？这种心机深沉之人，怎能执掌霍家？我也不愿相信，可事实摆在眼前，我也是为了霍家公道，为了列祖列宗的颜面，不得不出此下策。各位长辈稍安勿躁，装残一事是我有意，可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骗人就是骗人，你有什么不得已？这是周师傅，当年那场车祸，他是见证者，今日就由他来说出当年的真相。各位霍家族老，当年霍家出事的那辆轿车，是我经手检修的，刹车管系是霍明远霍二爷拿我妻儿性命要挟，逼我动手改的。个死老头，胡说八道什么？事后他给了我20万封口馈，逼我远走他乡，10几年不敢露面。这些是泛黄的银行转账凭账，当年的检修工单依次投在白幕上，时间、金额、签字完全吻合。是我糊涂。你胡说！分明是他霍乐庭收买了你，你们合起伙来栽赃陷害我。林州，拿过来吧。这是挪用公款转移资产的账册，每一页都有霍明远的签字，桩桩件件铁证如山。这些全是假的，你们伪造的！绑架勒索，蓄意谋杀，侵吞家产，你还想狡辩到几时？他装残10几年，从未害过任何人，不过是为了自保，为了等一个公道。倒是有些人蛇蝎心肠，连自家侄儿都下得去手，还有脸在这里谈列祖列宗。就算我有错，他霍晋庭装残欺瞒先祖，蒙骗全族也是事实。按族规，他也该受罚，也该被逐出霍家。我装残10几年只为自保，从未害过任何族人，更没耽误霍家半分事务。我自问，对得起霍家列祖列宗。老爷子，晋庭行事喽落，这些年为霍家的付出有目共睹，
庄残实属被逼无奈，算不得过错。反观明远，为夺家产对亲侄子下死手，才是霍家的罪人。狼心狗肺的东西，为了家产，连亲侄子都下得去杀手。我霍家100年清誉全毁在你手里。今日列祖列宗在前，我宣布，霍明阳逐出霍氏宗族，永世不得踏入公子与老宅半步，名下所有产业股权尽数收回族中，霍明阳一脉子孙永不录用进入霍氏集团。都结束了。都过去了，以后再也不用对着仇人演戏，再也不用藏着掖着站不直身子，往后啊，全是好日子。少夫人，老爷子请您单独去一趟书房，有话要跟您说，已经在里面等着了。别紧张，我就在外面等着，要是有什么不舒服，随时喊我。放心吧，没事的，我去就回，保证不给你丢人。爷爷，您找我有事。你觉得晋廷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觉得晋廷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看着冷，其实心善。这些年一个人扛了太多事，生意上的算计，家里的担子，还有那些没法跟人说的苦。扛得住是他的本事，你倒说说，你又能给他什么？我没读过多少书，也没什么大本事，可我能护着他，陪着他。怎么护？他累了，我给他倒杯热茶；他闷了，我陪他说说话；他要是倒了，我背也把他背起来。以后的日子，我肯定好好照顾他，不让他再受半分委屈。你就不怕他那一身刺扎着你？扎就扎呗，他扎了别人，别人跑了，我让他扎，扎完了我还在，刺磨秃了，不就是个软心肠的人吗？好个性，有担当的好孩子。晋廷这孩子从小就苦，憋着一口气活了10几年，身边从来没个贴心人，以后就拜托你了。这是霍家传家的玉镯，只给霍家的媳妇儿。今天我就正式认下你这个孙媳妇了。爷爷都跟你说什么了？没什么，他说把镯子给我了。喜欢吗？喜欢，也好看，就是有点沉。那是霍家3代人的分量，你接住了，就不能反悔了。反悔？那要不我现在就摘下来还给老爷子，就说我嫌太重，戴着不好抡大锤。你敢？逗你的，摘什么摘？我巴不得带着它去菜市场跟卖菜的大婶们显摆呢。看，我婆家给的传家宝，羡慕不？铁锤，我从来没想过会有一个人愿意走进我这一团烂摊子里。我从小就知道，在霍家，凡事只能靠自己，不能指望别人心疼。所以你就把自己裹成个刺猬，见谁扎谁。你还说我，明知道我是刺猬，你还往上凑，不怕扎得满手血？因为我眼尖啊，看见你刺底下那颗软乎乎的心了。再说了，我皮糙肉厚，扎不穿。铁锤，谢谢你。行了，别在外面吹风了，有什么话回家再说吧。铁锤，有句话我藏了很久，从你徒手爬4楼闯病房，从你一次次站在我身前替我挡刁难，
从你蹲在宗祠地上陪我削笋头开始，我就动心了。当初那份协议婚姻早就不作数了，我不想再跟你做有名无实的夫妻，我想娶你做我真正的妻子，一辈子护着你，陪着你，再也不分开。我也是，从决定护着你的那天起，就不只是为了工钱了。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锅里还炖着汤，等会儿再喝。你看你，剥个虾都沾得满手都是，以前肯定从没干过这种活吧？对啊，以前没人值得我剥，现在有你了。喏，这个最甜，给你吃。你也吃，别光看着我。你这阵子操心那么多事，也该好好补补。好。别动，带你去个地方。神神秘秘的，又搞什么名堂？是不是偷偷给我带了城南的糖糕？就知道吃，去了就知道，急什么？还有多远啊？你捂得我都快犯困了。就到了，再忍2秒。这个花园，地面铺满我最爱的白色桔梗，而且露台的小圆桌上还摆着一盘桂花糕，油润金黄，还冒着热气呢。喜欢吗？喜欢。你什么时候偷偷弄的这些？还有这桂花糕，我就随口提了一句，你怎么记这么牢？你说过的话，我都记着。之前说要把后花园改造成你喜欢的样子，现在改好了，第一个给你看。你什么时候弄的这些？铁锤，遇见你之前，我的人生全是灰色的，困在轮椅上，困在仇恨里，日子冷得像冰。是你闯进来，带着一身烟火气，给我暖饭，替我撑腰，把我的日子一点点捂热了。我欠你一场光明正大的求婚，欠你一场盛大的婚礼。李铁锤，你愿意嫁给我，和我过一辈子吗？我愿意，我早就愿意了。你快起来，夜里地上凉，别冻着膝盖。哭什么？今天该高兴才是，快笑笑。还不是你搞突然袭击，害我一点准备都没有，连件好看的衣服都没穿。好好过日子，互相扶持。请新郎新娘在所有亲友与族老的见证下交换戒指。10几年前那场车祸后，我的人生只剩冰冷的灰色。我困在轮椅上，困在仇恨里，日子暗无天日。直到李铁锤闯进我的世界，他带着一身烟火气，替我挡刁难，为我撑地气，把我从阴霾里硬生生拉了出来，给了我鲜活温热的人生。他是我此生唯一的软肋，更是我无坚不摧的铠甲。往后余生，风雪是他，平淡是他，我会护他一辈子。以前我护着你，以后也一样。谁敢欺负我老公，先过我这关。快张嘴！刚晒过太阳的核桃老香了，好吃吗？好吃，你喂的都好吃。
以前我还放狠话说大不了回乡下包山种果树养你呢，没想到现在倒成了霍家少奶奶，天天蹲这儿给你剥核桃。那霍少奶奶，等忙完这阵子，我陪你回李家村住段时间，后山包下来，你想种果树、种玉米、挖野菜都行，我给你当帮手，绝不偷懒。说话算话，到时候我教你劈柴摘果子，保证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。